大家好，我是饭团，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来科学地讨论一下，怎样才能做出一碗完美的蒸蛋。最基础的蒸蛋只需要3种原料：鸡蛋、水或是高汤、盐。以口感顺滑柔嫩、内部和表面都没有气孔为标准。制作的最佳方式是首先起蒸锅，锅中水量不超过蒸架上端，水烧开后转成最小火。然后准备蛋液，取2颗鸡蛋打入碗中，加入0.8克盐，搅打均匀。然后加入160克煮沸后冷却到微微有些烫手的温水或是高汤，准确水温在55摄氏度左右。再次搅拌均匀后，取一个非金属材质、碗壁较厚的容器，将蛋液筛入其中，撇去浮沫，封上保鲜膜或是倒扣一个盘子。然后上蒸锅蒸，蛋液放入蒸锅后盖上锅盖，在锅边用纸巾垫出缝隙，保持小火蒸12分钟，保证蒸制的过程中锅里的水全程不沸腾。12分钟后抽走纸巾，关火继续焖5分钟，一碗完美的蒸蛋就完成了。蒸制的时间大家可以根据蒸蛋的量成倍数调整，比如蒸4个鸡蛋加320克水就蒸24分钟，关火之后还是焖5分钟。就是这样一碗从小吃到大的蒸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奇过，蛋液为什么加热之后会凝固呢？鸡蛋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蛋液受热凝固，其实就是这些蛋白质分子的结构发生了变化。这里是一个蛋白质分子模型，其中的每一个小球都代表一个氨基酸，而蛋白质就是由这样一个又一个的氨基酸连在一起后折叠成一定形状构成的。当温度上升到一定程度，蛋白质就开始从这样的3D 立体结构逐渐展开，变成链状。随着温度进一步升高，这些链状蛋白质之间形成了新的连接，慢慢变成像钢筋一样的网状结构，把水分子困在里面，蛋液也就变成了固态。为了测试不同环节出错对蒸蛋造成的影响，我做了一系列的对比实验，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实验结果。首先来关注一下鸡蛋和水的比例，这里我尝试了1:1和1:2的淡水比。1:1淡水比蒸出来的蒸蛋质地很硬，颜色泛灰，而1:2的淡水比做出来的蒸蛋则过于柔软松散，不成形。我最喜欢的比例是1:1.6，也就是每100克蛋液大约2个鸡蛋里加入160克的水或是高汤，这样蒸出来的蒸蛋柔软而不失弹性。建议大家在1:1.5到1:1.8这个范围里调整加水量，水越多蒸蛋越柔软。其次是蛋液中究竟要不要加盐，这里是一份没加盐的蒸蛋，可以看到它的质地粗糙脆弱，而且容易碎，也不均匀。其实蛋液中加入的盐溶解后会和蛋白质发生相互作用，拆散蛋白质的空间结构，让它们在加热前就松散成链状，这样一来加热后就更容易形成均匀的钢筋结构。不知道大家平时打蛋时有没有留心过蛋液加盐后颜色和质地的改变，这其实就是蛋白质的结构变化造成的。蒸蛋是否成功，一个很重要的评价因素就是内部是否有孔洞。而蒸蛋中出现孔洞主要有2个原因，一是蒸的时候局部温度过高，导致水沸腾气化形成的水蒸气气孔，另一个则是原先就溶解在水或是高汤中的少量气体经过加热后溢出形成的。所以防止局部过热，同时使用煮沸过的水或是高汤，就是消灭这些气孔的关键。那么有哪些情况会导致局部高温呢？首先就是蒸制途中全程高火，蒸出来的蒸蛋像瑞士奶酪一样，充满了大大小小的气孔。如果有小伙伴喜欢这种效果，那全程大火没错了。其次是锅里的水太多，没过了蒸蛋的碗底，这样的蒸蛋同样有不少气孔。最后就是使用的容器不对，比如金属这一类导热很快的容器，风
放入蒸锅后，容器快速升温，就会直接导致局部过热。这里就是我用不锈钢小碗做的蒸蛋，碗底和碗壁附近都充满了气孔。做实验的过程中，我还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分别用了75摄氏度的热水和23摄氏度的常温水，加入常温的鸡蛋做成蛋液，结果蒸好后，2份蒸蛋内部都有很多细碎的气孔。而使用温度在55摄氏度左右的水或是高汤稀释蛋液做出的蒸蛋，则是几乎没有气孔的。如果大家没有温度计测量水温，可以将开水以1:1的比例加入室温的水，这样得到的温水水温大约就是55摄氏度。其实总结下来，蒸蛋不留气孔，最关键的还是控制温度，让蛋液以最温和的方式缓慢均匀升温，就能够最大程度减少气孔的产生。蒸的时候在锅边塞纸巾，也是为了降低锅里蒸汽的温度，以避免局部过热。最后是不过滤和不封保鲜膜的效果。过滤能够去掉蛋液中没有搅打均匀的蛋清，未经过滤的蛋液蒸出的蒸蛋就会像这样在底部留有白色的蛋清，而不封保鲜膜则会让锅盖上的冷凝水滴落在蒸蛋上，久而久之，蒸蛋中间就会留下一个凹进去的水坑。现在来分享一个我自己很喜欢的海米蒸蛋。海米其实就是干虾仁，用海米泡的水代替清水蒸出来的蒸蛋非常鲜美。需要用到的材料比基础蒸蛋多了海米、葱碎和一些橄榄油。海米可以隔夜冷藏泡发，这里我是直接加入凉水里，然后用微波炉加热到沸腾来快速泡发的。等水温冷却到稍微有些烫手，就可以直接加入蛋液中了。过滤后撒上一点葱花，同样是蒸12分钟，焖5分钟。蒸好后淋上橄榄油，最好再撒上一些虾皮，一道鲜味十足、爽滑软嫩的海米蒸蛋就完成啦。今天的视频有点长，非常感谢耐心看到最后的小伙伴们。这是我做了50-60碗蒸蛋总结出来的小心得，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如果能为我点个赞、留个言，那就真的非常开心啦！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见。